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前两天我翻书发现了小山进大师的生牛奶糖原配方在这儿，我仔细研究一番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太妃糖。大师的配方做过很多个了，每个都让我觉得惊艳，这个也必须要试一下。先把杏仁放到烤箱里150度烤10分钟，等它凉了以后，加入蛋清和海盐拌匀，然后把多余的蛋清滤出去。杏仁再平铺在烤盘里，再用厨房纸吸掉多余的蛋清，再放回烤箱里150度烤7分钟，把表面的蛋清烤干。书里有写，这样做可以让盐牢牢地粘在杏仁的表面，而且杏仁的口感也会更加酥脆。最后烤完就是这样子的，手上不会沾着蛋清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它放到100度的烤箱里保温。接下来就可以熬糖了，先把海盐、淡奶油、酸奶油、香草籽和香草荚放在一起。书里是发酵鲜奶油，也叫酸奶油，我没有酸奶油，就用了无糖酸奶代替。然后把水和麦芽糖放到锅里，黄油提前称好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先把奶油这锅里的东西小火加热，搅拌均匀，煮到快要沸腾了，离火放在一旁。把香草荚挑出来，别扔，可以用它做香草糖，最后给大家分享。这个就放在一旁就行了，不需要保温。麦芽糖的锅里再加入细砂糖，为了降低甜度，我是全部都用海藻糖代替了细砂糖。开中火或者中小火加热，整个熬糖的过程我全部都是用中小火加热的，没有改变温度。等锅里的液体开始沸腾了，就可以把温度计放进去了，最好是用这种探针的温度计，别用红外线的，红外线的不太准。糖的温度会越熬越高，等它熬到155度的时候，把奶油那一锅液体倒进来，快速搅拌均匀，再继续熬煮。因为倒进冷的液体了嘛，它温度就会下降了。现在它还不到120度，再继续熬，给它熬到120度。再次熬到120度以后就可以离火了，然后趁热加入黄油拌匀。拌匀以后再把热的杏仁加进来。拌匀以后就可以倒在模具里了。小山进大师这个书里的做法是软糖版的，所以在趁热倒入的时候它还是有流动性的。用刮刀把杏仁拨动一下，让它均匀分布在盘子里。趁着它现在还热嘛，如果表面有大气泡的话，就用牙签可以给它戳破。等它不太烫了，就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了。书里写的是放置1晚上，我等不了了，我等了大概1个小时吧，等它完全凉了就拿出来了。然后可以把油脂揭掉，如果温度熬得合适的话，这个油脂很轻松就能揭掉。给你们看最开始我第一次做的时候用的红外线那个温度计，红外线只能测表面温度，测出来不准，这个糖没有熬到位，特别的软，油脂根本揭不下来，全都粘在油脂上了。所以我说千万别用红外线的温度计熬糖。这个糖熬到位以后切也很好切，也不是特别粘刀，也可以切的时候在刀上薄薄的刷一层黄油，这样它就更好取下来了。探针温度计其实也不完全准确，熬到120度左右，我这个是120度的状态，如果不想这么软，也可以熬到122度或者125度都可以。
这个糖的口感我觉得特别好，很香，有焦糖香、奶香、香草香、坚果香。我全部用海藻糖代替，甜度也没有特别甜，加了酸奶，其实是吃不出酸味儿，但是它是有一种很柔和的口感。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味道，但是我脑海里就想到了一个词，那就是高级。我觉得它的口感很高级，你们试试吧，我说不出来了，反正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。然后我还尝试了一下这个配方做硬糖版的。硬糖版就是一开始把所有材料都放在一起，如果大家没有温度计的话，可以参照一下这个状态。现在这个状态就是120度左右的状态，就是用刮刀划一下可以露出锅底。这个是135度的状态，更浓稠了。但是这个糖不能熬到130多度，要不就是做软糖120度左右，要不就是做硬糖，熬到130度吃着粘牙，因为我试过了，幸亏我的牙还比较结实。这个是155度的状态，颜色变成咖啡色了。做硬糖就熬到155度就离火，然后我趁热放了一点小苏打，就是为了让它吃起来别那么硬嘛，口感稍微松脆一点。快速的搅拌均匀。拌匀以后再把杏仁放进去。然后倒入模具里，给它整理平整，等它不太烫了就可以切了。但是我切不好，我还没有掌握好这个切糖的时机。但是这个配方我觉得做软糖更好吃，硬糖的话配方还要再调整，它不算是酥脆的口感，是硬脆。但是因为我加了小苏打，还算好咬，我还是更推荐做软糖版。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制香草糖的方法，这个也是在大师书里看到的。这个煮过的香草荚以前我都扔了，后来看书里写了，把它洗干净，然后晾干，等晾干了以后放在糖里边。比例书里没写，我就是用个小罐子，只要有用过的香草荚就这样放进去。香草越多味道肯定越香嘛，糖用了以后也可以再添。就这样一点一点添加，周而复始，养成了一罐老香草糖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小山进大师的太妃糖真的特别好吃，强烈推荐你们试试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给我点赞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